荣耀 Magic Vivo 刚刚收到了一个新版本更新啊，这一次新增了好几个功能，来主要跟大家演示一下。那这次新版本的固件呢是 9.0.1.126，然后呢新增了3个功能啊，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首先第一个呢是图库里面新增了图声视频的功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荣耀分享的和 Mac 电脑也可以正常的传文件了。另外一个是魔法锁屏里面可以支持这个动态图片设为壁纸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相册里面有一个创作的这个分类，然后这边有一个图声视频，我们点开，你看这是我刚刚这个生成的一个视频哦，它怎么还有渐变的效果？然后怎么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点一下图声视频，然后添加图片，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随便选一张图片啊，比如说这个这是一辆车。然后你可以选横屏、竖屏，因为这个竖屏的话呢，裁切不太完美。那么横屏，然后选择5秒钟，然后点开始生成，然后它就自动会生成一个动态的视频。其实刚才我已经生成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生成好了之后，这个车，就跑起来了。而且呢，是因为它识别到这个车呢是在赛道的那种感觉一样，所以说它就让车跑起来了，然后循环一遍，再跑一遍。这个效果还是挺真实的，但如果说是其他的状态，就是这张图，你看我刚才生成了之后，它是慢慢有推进的一个效果。这个真的像一个我们用那个稳定器拍的一个素材一样，就是一辆车慢慢往前推进。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 AI 生成的一个效果。然后刚才我生成了一个，还有一个5秒钟的，这个呢就是往左边这个摇定头的一个感觉。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它播放到最后啊，它能识别到这是大灯，大灯还亮起来了。到最后，大灯还亮起来了。然后这2段视频呢，真的是可以用在节目里面的，完全看不出来是 AI 生成的。包括这个车窗外面的画面啊，都是非常完美的，完全看不出来。所以如果说你节目里面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镜头，你拍了有一张照片，就可以直接这么用了。然后还有这个，这也是一个静态的照片。然后动态之后呢，这个皮卡丘，因为它是有绳子拴的，所以它没有太大的动作，就有点风慢慢吹的那种感觉。你看，这还挺真实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这个有点奇怪了。这个照片原本是这样的，然后呢，生成完了之后，这西瓜还露出来了，还咬一口啊，这个就有点不太自然了。那所以这次荣耀 Magic Vivo 新增的这个图声视频的功能呢，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挺自然的。但问题就是你每次生成的时候，它的这个结果是随机的，就没有办法去指定让它去做某一个动作，或者说去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你看刚才我那个领克900的那个车，第一段呢是往前推进推镜头，另外一段呢就是摇镜头所以说它是一个随机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如果能够增加这个相关的指令的话呢，可能会更完美一些。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和 Mac 电脑的文件分享啊，就是 Mac 电脑需要下载一个这个荣耀的超级工作台这个我们当时做 Mac Vivo 测评的时候啊，这个超级工作台还没有完全上线，那现在是刚刚上线，包括新的系统一更新，就可以和 Mac 电脑去分享文件了。下载了这个荣耀超级工作台之后呢，这边的荣耀笔记也可以同步过来，然后这边就是分享的功能了。我们这个时候在手机里面，比如刚才我们生成的这几个视频，你想要传到电脑里面，然后我们点分享，这边就可以识别到苹果的 MacBook Air 13了，就是我后面这个电脑。而且荣耀这一次呢，它是打通了所有品牌的这个分享的这个协议啊，除了荣耀自己的手机可以识别，这边华为的 P280 Ultra 也可以识别 ，OPPO 的手机也可以识别 ，vivo 的手机也可以识别，包括小米魅族都是可以识别的，它是打通了所有手机的这个传输所以说这就很方便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我的苹果电脑传一个文件，电脑上点接收，然后或者说我再给我的 P280 再传一份，然后这边 P280 也可以收到，就搞定了。然后还有，如果你想给 OPPO 手机传，也可以收到。iPhone 也没问题，当然 iPhone 也是需要提前下载荣耀互联的这个软件，这边点 iPhone， 那 iPhone 也可以收。那 iPhone 收的时候是有一个建立连接的过程，当然建立连接过程也不太久直接3-5秒就搞定了。OK， 这也传输完成了。那所以这就是分享的功能。所以这次 Magic Vivo 的这个新系统在分享层面真的是一绝荣耀可以传，华为可以传 ，OPPO、小米、vivo、苹果都是可以通吃的。而且跟华为的协议呢，是华为之前鸿蒙4.0的系统和最新的鸿蒙5.0的系统也都是支持的所以说真的是通吃协议这个传文件。所以以后你拿着荣耀 Magic Vivo， 不管你朋友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手机，你拍了照片之后都可以很方便的给传给他。
当然，这个文件传输是相互的，荣耀可以分享给所有的其他品牌的手机，那其他品牌的手机呢，也可以反向分享给荣耀。比如说这是 OPPO 的手机，然后点这个分享，这里也可以搜到 Magic Vivo， 我们点一下之后，这边也可以直接接收OPPO 手机传过来的文件。那包括 vivo 的手机呢，也是可以的。我们 vivo 手机里面这边点一张图片，然后点发送，然后呢到这个列表里面，你看这里面也有 Magic Vivo， 这边也可以接收。所以这就很方便了，你可以传也可以收。好，第3个呢是可以把你拍的 Live Photo 动态图片设为壁纸或者说锁屏。这个功能之前荣耀那个400 Pro 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这一次呢也是新系统更新，把这个折叠屏也加入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打开设置，找到桌面与个性化，然后在这个锁屏样式里面往下滑，你看到它锁屏样式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有 AI 的这个风格。然后这底下呢，在图库这边，第2个就有一个动态图片，比如说上次我拍的有这个瀑布的这个效果，对吧？而且在这个播放到后半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放慢的一个效果有一个慢放的感觉。那我们可以点全屏预览一下，它有一个慢动作的一个效果。当然，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也可以点这个 Live Photo 图标，把它变成静态的一个图片。然后变成静态图片之后呢，如果你这个景别不够大，你还可以点旁边这个 AI 扩图。它就自动的去把这个图片缩小，然后把周围给你扩充起来。那你景别不够大，也可以帮你直接填充，而且填充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再这样放大缩小。而且有一个细节，你看到没有？这个山是把这个时间给遮挡了一点点，这有这种层次感。然后我们就设为动态的效果吧。然后外屏是这样的感觉，内屏是这样的感觉，点击完成。OK， 你看一下，就是每次点亮屏幕的时候，它就会播放一下这个动态效果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包括内屏也是一样的，然后呢解锁到封面。Live Photo 的一个效果，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效果也没有关系，它里面的锁屏的风格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再找一张这个图片嘛，然后你选自己拍的这个人像照片之后它底下就会有这个 AI 的风格，还有景深的效果这个背景模糊。你看，其实我拍的这张图片并不是人像图片，但是它系统自动就把它人给抠出来了，然后弄一个景深的效果。然后这个 AI 风格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风格，我选一个机甲，赛博机甲吧，机械。OK， 还可以你看，我原本是在小树林里边，但是呢，这个通过 AI 生成完了之后呢，后面像是赛博朋克里面的小树林一样，还可以这个还挺帅的，像我吗？感觉比真人要更帅一点是吧？然后 AI 生成的这个照片呢，也是可以继续调整这个景深的效果的，就是背景虚化的效果。然后 AI 生成的这个照片也是可以这个稍微放大、缩小或者挪一下位置，然后或者景别不够的话呢，也可以 AI 去扩图。所以说，荣耀呢是把 AI 的功能呢在系统里面很多地方都给应用了包括你看弄一个锁屏的功能，也把 AI 的功能给深度整合了。然后我再放大一点，这个头像如果说遮挡这个时间的话呢，也是会自动的去做分层的效果。那所以这次新系统新增的这几个功能呢，我觉得都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是比较实用的。这个图片转视频如果说能加入指定的指令的话呢，会更完美。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生成的效果都可以当做我们节目里面的素材了确实还是不错的。当然了，除了新增的这几个功能以外其他部分也有一些系统底层的优化呀，还有其他这个效果优化。也还不错所以说荣耀 Magic Vivo 这个系统更新完了之后变得就更加的好用了。